我们注意啊，五官的结构呢，虽然说不是特别难，但是我们画的是各个角度的头，也就是到各个角度的五官。你要把每一个角度的五官画准确，你这个头呢，这个透视啊、造型啊才准确，它才好看。然后咱们讲眼裂啊，眼裂和眼窝的部分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先画一个侧面的，因为侧面的特征呢更加的明显，空间感特别明显。就是这个眼皮一定要高于眼球，要凸出来。从这边看呢，它是有一个厚度的，上眼睑的厚度，这是外眼尾，然后这是下眼睑的厚度，就像一个小台阶一样。这里是眉弓，眉弓上面长的是眉毛，然后这是围绕着眼球的一个小调子，这就是眼部的结构。我们画眼睛呢，不只是眼裂啊，不是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口，然后中间画一个眼球，不是这样的啊，这样的就错了。我们理解眼部的结构，要把眼部周围一起看，包括眼窝啊、眉弓啊，还有下眼睑啊，这里呢卧蚕这个小结构，然后里边的这里还有这个鼻根啊，这是侧面的，然后让它往这边转一点，往这边转。注意看啊，这个线条要包绕在这个球体上，上眼睑的厚度，下眼睑的厚度，然后这个是内眼角、眼窝、眉弓。那么我画一下这个网格线，在眉弓这里凸起来，然后下来之后到眼皮又抬起来，到眼皮的厚度又进去，然后到眼球呢又鼓起来。这个线条呢是交代眼部结构的起伏变化的。那么再往这边转，这是内眼角，内眼角里面有一小块结构，这个叫泪腹，上眼睑的厚度，这个就比较偏正面了。然后下眼睑的厚度，眼窝，然后一般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有一块结构是鼓起来的，这一块呢叫眼盖褶，这里是眼窝伸进去的一个窝。然后也是在这个上面加一些这种起伏线，以交代它的体积。网格线，内眼角有的时候这个线是勾回来的，有的时候呢是兜起来接上的，形成一小块。然后外眼角这里呢是上边压着下边，要注意这块。然后放大了看，眼皮这里不是有一个厚度吗？像一个台阶一样，这是个沿儿。然后睫毛呢一般是长在这个沿儿上面的。然后有长有短，朝向的不太一致，然后有的时候呢，它会几根、4、5根成一小组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就是睫毛，从下眼睑看呢，也是在这个眼儿这里长出来的。这放大了看之后的那个厚度啊，也是挺容易被忽视的。我们把这个眼睛往上抬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个眼睛的眼睑、上眼睑这个弧度会变得更大，然后内眼角和外眼角有点往下落，然后下面的这个眼皮啊往上抬了。你看这个眼睛的形状看起来它就是仰视的一个眼睛了。我们注意啊，五官的结构呢虽然说不是特别难，但是我们画的是各个角度的头，也就是到各个角度的五官。你要把每一个角度的五官画准确，你这个头呢，这个透视啊、造型啊才准确，它才好看。我把这个上眼睑勾拳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上眼睑的厚度特别的明显，然后下眼睑的厚度反而变得不明显了，因为它朝到了上面去嘛，咱们这个角度看不到。眼球和眼窝之间呢，一般会有一道沟。再画一个眼球，让它再往上抬啊，再往上抬会有什么效果？再往上抬的话，这个眼睛的中间的这条缝，在这个角度看起来就更窄了，而且下眼睑这条弧度啊，你看在往上抬的过程当中呢，已经开始变平了。变平了之后呢，
再往上抬，它就反过来了。眼窝一带，然后眼尾这里呢往上面一蹭，让这个眼球的立体感就出来了。这是一个偏正面的角度，然后逐渐的往上去。我们用一个仰视的视角来看它。然后，那么在这个球里边，我们画这个角度的往上抬的，找到规律了就好办了。越往上抬，上眼睑的厚度越明显，然后下眼睑的这个弧度越弱。在这里，这个上眼睑的厚度有点太厚了，再给它收窄一点，这样的话对比起来更明显一些。然后侧面的眼睛它也可以再往上抬，我们视角啊往下降，就是看到它仰视的，还是把它绕在这个球体上，然后把上眼睑的厚度画出来，然后下眼睑往上去，这个角度特征就出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看到它眉弓底面呀，就眼窝这个面会更明显，因为你的视角降下来了，你画的是一个仰视，然后鼻根的位置也就跟着降下来了。然后再画一个眼球，让这个眼睛呢，它往下看，往下看的时候跟这个变化规律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反过来，上眼睑开始变平，而且呢看不到它的厚度了，下眼睑的厚度变明显，然后眉弓的位置逐渐的降下来。反正这个眼裂呢，上面一个边，下面一个边，这两个边就是绕着这个球，只要找好角度就好办。只要让它绕着这个球画下来，这个眼睛的角度呢就能画准确。然后还要注意一点，就是眼睛的空间。从侧面看，上眼皮肯定是最靠前的，那么外眼尾靠后。那么外眼尾和内眼角相比，内眼角也是比较靠内的，这个是比较靠外的。那么从这个角度看，假设啊眼睛是长在这样的一个面里边，你看一下啊，它是平的。那么一个曲面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眼睛在这个曲面上。这样看是不是更舒服一些？就是眼睛的空间。哪怕随手画一个这个比较快速的，那也是要符合这个规律的，这个偏俯视一点的那个眉毛的话呢，就离眼睛近一点。眉弓离眼睛近一点，这是眼睛的一个结构。那么和眼睛一样，嘴巴、鼻子、耳朵都是有空间的。